杨兰兰的家族背景，中国政府肯定知道，澳洲政府也知道。那为什么两国选择了秘而不宣、低调处理呢？因为老杨家的生意太厉害了，他们的产品既可以拦住中国航母，也能拦住美国战斗机。那这种影响国计民生的命脉的企业，老习为什么不剪除呢？为什么说元老架空老习就是个谎言？那杨尚昆是不是杨兰兰的曾祖父？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9号。昨天我节目聊了以后很多朋友给我发私信说，这个澳洲的杨兰兰是不是就是那个杨尚昆的曾孙女？今天我不能告诉你准确答案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分析一些线索，看你自己能不能悟出来。一提杨尚昆大家没有印象。首先，他有2个标签，他是8老之一，而且还是重要骨干。第二他的一生用3句话可以总结，叫做青年得志，中年入狱，老年呢迎来了一生的荣光。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他的情况这个人也是2次进出中南海。首先，他是四川人，现在应该是重庆了。他是生于1907年，但是他在41岁的时候就迎来人生的第一个高峰，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，就在老毛老周身边行走，那是大内中书。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报道。1948年5月份，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任命，杨尚昆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，中央直属机关警卫司令部司令。那中央警卫团就直接归他管，人家是司令。那他的直接上司一个是毛，一个是周，可以说他是青年得志。你看现在很多人41岁连副科都没混上，连乡长都没混上，对吧？但人家1948年已经是中办主任了，按照现在的话应该算是副国级了吧。但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长时间，他在20年后就离开了这儿，直接入狱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报道他是1945年呢到1965年长期执掌大内中书一直是20年。但是65年的时候，他碰上一个坎儿是什么？当年老毛觉得自己的权力被刘少奇瓜分了很多。那时候刘少奇已经是国家主席了，一个国家俩主席，一个是党主席，一个是国家主席。而且他明显觉得自己被架空了，说很多文件你也不给我看，有些事儿呢也不找我商量，你们就定了，这儿哪行所以说呢，他要把这刘少奇打倒。而要打倒一个人不算，你必须得把他的周围剪除。而这个杨尚昆是长期在国家主席身边工作的，这个是必须要剪除的。而且作为大内中书他掌握党的所有的机密，老毛也不希望他继续碍手碍脚。第二他发现如果想拉拢这个林彪，你必须得把一些人干掉，那就是林彪的眼中钉、肉中刺大将参谋长是这个罗瑞卿。所以他后来就搞了一个叫彭罗陆杨反党集团。你看当了党的20年中办主任没想到最后落了一个反党集团。我们看报道，那是1965年，杨尚昆、彭真、罗荣桓这个罗瑞卿、陆丁一被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，撤销了他们的一切职务，也党籍倒是保留了，但是所有一抹到底。而且他接下来被进行了关押。当时惨到什么程度你看一个副国级直接下放到广东，一开始是担任书记处书记，也算是个正省级吧。但是很快他又降到那个肇庆地委副书记，
还是个副的，直接干到副厅了。副厅还不算，后来呢又打算进一步打击的时候，他发现不能在广州，在广州就得被收拾死了。所以说呢，他赶紧给自己的老上级周恩来打电话求情，说你赶紧把我弄回北方吧，再在这儿可能就把小命丢了。老毛呢也念在他罪不至死，所以说呢就把他挪到了山西。他在山西啊长期关押，虽然说没有正式的进入监狱，但是他对外的宣称叫做监护，实际上就是两口子你把你软禁起来，这一软禁啊就接近14年。你看从高峰跌到低谷14年，失去了人身自由。那什么时候迎来转机呢？那就是老邓复出以后，他发现啊，无论是中办的事儿还是军委的事儿啊，都办事不力，所以说他一定要用自己熟悉的人马。而这个老邓啊，他在建国初期当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中办秘书长，而中办主任啊是秘书长的直接下属，所以说这位啊，首先人头比较熟悉，第二呢业务也没问题，被老毛打压了半辈子10几年啊关押，所以说他对老毛是充满仇恨的。既然说我上来了，你不可能按照原来的走，那你只能投奔我啊。所以说啊，他又官复原职，再次出任军委秘书长，又搬回了中南海。我们看报道时间，这个文章是谁提出来呢？正好是罗瑞卿的次子叫罗蒙蒙，他还有一个叫罗点点，他有了一个书啊，叫做不是进出中部，叫做《告别总参谋部》。他在这里面啊就爆料了，也就是讲他发现自己父亲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时候，而杨叔叔也回来了。这个杨叔叔就是杨尚昆，他又开始担任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，实际上就掌握日常的行政权力啊。他是替邓小平管理军队的。那在这期间啊，他就开始找回自己的人生。这儿和这个杨某某啊，可能就有点关系了。因为这个罗蒙蒙啊爆料，他在8964时候啊离开了中国出走，后来呢，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啊把他开除了军籍。那时候这个杨叔叔更狠，杨叔叔后来啊不是担任了国家主席嘛，直接给公安部下命令，这个罗蒙蒙如果再回到中国的话，这事儿已经是8964以后了，如果再回到中国的话，就别让他再出去了。说实话，那时候他就如果回去，必然就会被边控。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罗蒙蒙是谁了。罗宇啊，大名罗宇，他在文章中就写到了，实际上呀，这个杨他有一个情妇，叫做小姐儿。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通常除了自己的正室之外啊，他还有一些其他的性伴侣，有的叫保健医生，有的叫护士。那为什么有这种事儿啊？这个事儿的操办呢，还是那个老周总理为了体恤这些老干部啊长期受打压，主要呢也是为革命操劳了半生了，解决点生命问题，那怎么了？所以说啊，从老毛开始，他就把这个队伍给带坏了。你看毛在老年的时候说啊，因为江青啊也觉得防止自己啊失宠，也提出过和毛过那个夫妻生活，但是老毛说岁数大了啊，办不了私情了，按照湖南话讲是不给你办了啊，岁数太大了。但人家有自己的伴侣啊，那个就是孟锦云，官方职务呢叫做这个护士。当然了，但还有一个机要员就是张玉凤，这俩人呢是轮番服侍这个老毛，他们实际上替代了江青的角色。那到了这个杨胜坤啊，他回来以后，我们看了一下岁数啊，他回来的时候已经75岁高龄了，他得把失去的青春补回来啊。所以说，按照这个罗宇的回忆录，他在去这个杨家的时候，发现他这个老杨头啊睡2间房，自己的老婆呢在另一房睡，他长期和这个小姑娘叫小蒋睡另外一间房，而这大房呢
应该叫李伯昭啊，他太太默认这种关系，也觉得自己老伴儿岁数大了，现在重新掌握了权力，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。后来他很快就担任了国家主席了，那是正国级领导人，身边不得需要这么一个人平衡一下阴阳嘛？所以说小贾呢是他的情妇之一，因为后来罗宇已经离开了中国了。那至于说小贾之后有没有其他人，那小贾有没有生儿育女啊？这种事你只能靠自己去判断了。那回来以后呢，我们看了一下哈，他这个逝世呢是在1998年，享年91岁。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说他的去世呢和这个谁呢，邓小平是同一年去世的，这个就有点蹊跷了。因为邓小平啊岁数大了，是确实帕金森死的。那为什么前后脚杨尚昆身体棒棒的，应该是91岁吧，身体没什么问题，为什么得了一个感冒就死了呢？因为有一种说法未得到确认，是说有一种计划，只要是老邓一归天曾经支持过老邓，而威胁到老江江湖地位的人啊，可能就跟着一起走。所以说呢，这是一种说法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，这个人死了以后啊，像一般老百姓也就埋了，但是他为自己啊修了一个陵园，在老家占地50多亩，这个陵园啊实际上就是一座山，现在对外叫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那杨尚昆的家族啊，你以为就从此告别了历史舞台吗？不是的。虽然说江泽民处理了杨家将啊，包括那个杨白冰啊，还有其他杨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中国的政治啊，它没有说你死我活，好多时候它也叫做政治交易和勾兑。而且杨家在党内在军中啊经营了多年，不是说你拿掉了一两个人，或者说你取了他的性命，他的那些儿子孙子甚至什么侧室生的孩子们就没戏了吗？不是的。而且啊，在党内有的时候他需要勾兑，既然说我不来动摇你的兵权了，你也总要给我一些补偿，而这个补偿就是给一些生意。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杨家的家族到底占用了哪方面的生意。他们主要做的是什么？军内的物资供给。因为贺龙的儿子呀，曾经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装备部的副部长，后来要41岁的时候就成为部长。这个装备不就是采购各类的武器、各类的用品吗？而这个生意啊，他的老板直接上司就是杨白冰，而杨家将的主要人物啊，就拿到这些单子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就要在附近啊做这种东西。在这儿我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哈，你发现这个战斗机啊，在落在航母上的时候，除了减速之外呢，它后边有个钩，啪给它勾住，那个叫做战斗机的阻拦锁。这个阻拦锁包括说类似于这种产品啊，谁做呢？不能进口吧？这个时候就得自己做，而这种生意啊是天量的，而且呢很少有人竞争，只要你打入军用的订单，其他人没人给你争的。在这儿呢有一个事故啊，是2016年的12月，俄罗斯一架苏33战斗机，它是在自己那航母上，现在的航母已经废了，降落的时候直接掉海里了，原因就是当时的阻拦索啊断了，说明俄罗斯的产品啊它也不合格。由此你就明白，这种民用的产品放到军用上是不行的，这个质量要求特别高。那怎么做呢？军方首先要投资，而且啊要把这个产品自己做起来。那我们就想到另外一家企业了，叫做聚力集团。在国内的军方人士啊，很多人都知道这家企业，不光是军方，政界啊都用它的产品。你看，卫星上天、火箭上天，中国现有的航母那个缆绳都是他家的。只要涉及到缆绳、钢链、绳索、毛线，这些啊都是他家产品，你有可见有多高吧？我讲了一下他网站上的介绍，你来看看这个生意啊到底有多挣钱，以及他为什么要占有
矿石的资源。首先说呢，中国的军用投资啊是每年都会提升，去年呢已经达到16000亿人民币了，这还只是明面的，实际上可能要翻1倍，因为有些钱呢它会藏在其他项目。那这么大一块蛋糕，除了这个人员发薪水啊，大头仍然是采购各类的武器和装备，这绳索啊是少不了的。这家企业官网提到，成立1997年，总部于河北省保定市，是中国所居的领军行业。然后呢，他们是全球领先，它用于航空航天、桥梁建设、船舶制造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些军用、矿山、核电站、风电、军工等等领域。你听起来呢可能没概念，我告诉你几个项目你就明白了，这都是国家掏钱。它的官网提到了港珠澳大桥、港粤澳大桥、国家速滑馆、国家体育馆鸟巢、北京大兴机场、上海中心大厦、中国尊大厦、上海浦东机场等项目。还有呢，走出了中国，走到了一带一路的卡塔尔世界杯主场馆、阿联酋大飞轮、新加坡造船厂、巴基斯坦港口、马尔代夫友谊大桥，还有这个阿尔及利亚机场航站楼。你听这些你就清楚了，这些项目那都是千亿级的，更别说那个什么三峡大坝呀，什么葛洲坝大坝，包括现在要启动那个雅江大坝，也少不了人家。哪家大桥它不是需要钢缆，不需要钢筋呢？所以说你就是明白为什么要在澳洲搞矿山了。另外一个重要信息我们要看到，就是说他为什么把自己的孩子变成个隐形人呢？非常简单，在做生意的时候啊，一般男孩啊担任法人代表啊，什么总经理、总裁啊，你看那个巨力集团的官网清一色是姓杨的，总裁、副总裁、董事长全是杨家人。那女孩啊，通常情况下是享受生活，另外他们要肩负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你别在中国待着，因为万一呢，这种事儿说不准啊。所以说啊，男孩在国内挣钱，女孩啊，你要保护杨家的命脉，保证自己安全就可以了。什么职务也不挂，也不用领英账号，也不用做简历，更不用干一些什么抛头露面的事儿。就他家那劳斯莱斯车呀，车主登记的都不是他本人。那你要问，这种人他长期在国外生活，除了为自己的祖父啊、什么孩子呀这个延续血脉之外，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。除了固定资产在中国，但是已经换成外汇的，那只能要自己人啊看着这些钱就可以了。那相当多的朋友问，像每人呢，中国公民只有5万美金的额度出去，他这种千亿甚至是万亿的，是怎么出去呢？因为现在有传闻他的卡上余额有1万多亿，这个咱没看到啊。那这个也蛮简单，他为什么常住在澳洲啊？他能做到两头吃。首先说，昨天节目我讲到，他们做的是进出口配额的生意，他的下游是谁？不就是中钢集团吗？包括那个中信钢铁，你们想买钢要配额，你必须找我，你的钱怎么来？你是正儿八经是用外汇卖的呀，你把账户打给谁，那我可以做中间商啊。那第二，他既然在澳洲啊，他是谁的客户？那不就是澳洲钢铁企业那些矿山的大客户吗？因为人家手里掌握着中国的指标进出口的配额，那既然他在这儿了，如果你懂事的话，不得争相的给人家贡献美金和澳元吗？那至于说那个劳斯莱斯啊，那个千万豪宅呢，确实是9牛1毛，真正的钱啊就在这小女孩以及若干个小女孩啊他们的卡里放着呢。你看有人扒出来了，他旁边那个人高马大的保镖啊，曾经在北京武警支队担任过特警，据说是江西人，现在这数据没有得到确认，但是据我们了解呢，这些人啊
就是他们的随身保镖，要保证他们安全的，通常是退役的特种兵和特警。这个呢，也进一步说明他的红色家庭的背景。你说你像宗庆后请得起退役的特种兵吗？而且尤其是中央警卫局的特种兵，这个它不是一回事儿，好吧？至于说杨尚昆是否是杨兰兰的曾祖父啊，我选择呢80%是有可能的。你觉得呢？欢迎各位留言，咱们共同来探讨。咱们明天见。哦，对了，说一下啊，如果您觉得大伟节目还行，希望每天都听到，您呢得打开小铃铛，我明天一更新啊，你就收到了。而且呢，觉得节目还行的话，欢迎点赞和留言。再见。